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国大选即将揭晓最后的答案，英伟达出现了一些特征，好像是低点的机会，而特斯拉触底反弹，这是绝佳的买入点位。那么今天阿哲除了为大家讲解美股当下指数的环境之外，还会讲一下目前的热门个股英伟达、特斯拉、戴尔、苹果、SMCI 各自出现的信号和机会，以及接下来的操作点位。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那么今天是我们的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02期的视频。今天阿哲依旧会分为两个部分来优先解析纳斯达克指数，而后才是个股行情的判定。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裸 K 的交易，如何通过 K 线来判定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它的后续方向怎么样去判断。而在第二部分，阿哲会用空间的预测技术告诉大家，在目前空间预测技术下，指数是应该看多还是看空，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一部分指数观察的两个要点。那么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到了一个 K 线的要素，叫做关头的阴线。那么曾经呢，在本轮上涨当中出现了2次的关头阴线，而关头阴线的出现，它预示着有一个关键的压力位的产生。我们来到市场当中的纳斯达克指数图表，目前你所看到的 K 线图表当中有10日新、10日价的一个标记的 K 线，它们都是关头 K 线。那何谓关头 K 线？那关头 K 线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的最高价格和它的一个开盘价格，我们会发现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点不差。比如说这一天是24年5月23号，那么它的最高价和开盘价你会发现是不是一模一样，没有半点误差。那么这一个就是关头阴线的特征。而关头阴线出现，它往往会代表它一个空头反攻的信号。市场当中如果出现了关头的阴线，那么一般来说会是看跌的。那我们看到近期的几次的关头阴线，是不是包括这一个地方关头阴线出现，市场后续股价走势是不是短期下跌？关头阴线出现，市场后续短期下跌。那关头阴线在美股的这一天出现，那么是不是后续短线也应该是看跌的？这是呢关头阴线它的一个传统技术分析当中对于空方的力量的揭示是比较强势的，多头遭到了短线的打压。但是关头阴线不是单纯的看空，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一个关头阴线股价后续是看空的吗？但你会发现是不是后续还走出了相对的大涨行情。所以关头阴线它代表是一个绝佳的压力点位的测算。这一个关头阴线的最高价就是近期行情最为关键的交易点位，股价如果不能有效突破这一个压力，那么将是一个空方进场的点。而如果股价能够强势突破空方的这一个绝佳压力点，那么后续反而是多头的上涨机会，反而是多方买进的机会。那包括近期也是如此。那你会发现的是，当关头阴线出现，说明市场告诉你一个强有效的压力位，而这个压力位本不应该被突破。当你会发现，如果市场出现了突破回踩有效的测试，是不是它不影响后续的上涨？那包括这一个关头阴线的高点在后续被突破被回踩，它是不是产生了2次的反弹行情？那包括目前我们就知道了，关头阴线什么时候是一个灾难呢？就是它的这一个高点的压力它不能被突破。阿哲举一个个股的案例你就清楚了，这呢也是阿哲在周天的直播当中有去讲到的。那么看到我们的 AMD 关头阴线，那你看到图表当中关头阴线的信号，那这一个 AMD 前期的最高点就是一根关头阴线，而前方这一个在一个高点附近也有2根关头阴线，那是不是关头阴线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看空看跌的信号，特别是在上涨之后的行情。那么这种行情出现之后，你只要看一下关头阴线的高点能否被突破，如果不能突破，股价有明显向下动作，那么就是一个顶部的形成，而这种关头阴后形成的顶
一般是大幅下跌的，包括 AMD 最近的高点，关头阴之后股价不能短线反弹突破，那么它将是一个高点形成。那么我们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那目前怎么去看呢？首先，因为关头阴线的特性，所以本应该出现，我们就应该对后市不太看好。如果本周没有任何特殊的事件，阿哲也会这么告诉大家，你要等待突破之后才能确定。而目前关头阴之下，不能操作，不能看多，不能随意的去抓反弹。你会发现最近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不太多头利好的一种状况？多头很明显是比较弱的，空头呢有再次反击的动作。那么本周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能够靠技术分析稳定发挥的一周吗？并不是，本周的事件还是比较多，并且都是重大事件。那么离我们最近的就是美国大选的即将尘埃落定。那目前按照大部分分析师所认为，走到这个地方，不管美国大选是谁将任选，它此处的未来短线往往都在尘埃落定之后会有向上的波动，而且这个波动是不小的。那么我们看到一只个股，比如说 DJT 特朗普媒体科技，那么有交易员或者说有分析师预测，在市场当中，比如说今天当大选的结果出现，那么它的波幅，它的波动将是向上和向下的正负 50%。请问哪一只个股，哪种方式你能够短线一天把握到50个点的空间？很难，也不现实。那么现在有人知道这个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吗？很明显不是。而通过价格的表现，它明显是上涨回调当中，而下跌是连阴之后的次阳，所以这在技术面上是一个买点。但是阿哲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在赌这个大选的结果和它所产生的这种利益，那么阿哲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小赌怡情，大赌会伤身，因为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会如何的反转，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那么阿哲呢，在周天和周一的直播当中就跟他去讲了，如果这个位置它真的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机会，那你晚一天和早一天买其实不会差特别多，因为你晚一天买的是确定性，你早一天买的是你的赌性。那么一旦你买对了，确实短时间会有大收获，但是如果你买错了，赌错了，短期将会有大亏损。所以很多的交易员在最近的这2天时间都在撤退，都不是去做一个压注，不管是压谁，一旦压错，这种亏损都不是专业的交易者能够承担的，更不要说散户投资者。所以目前来说，阿哲觉得等待是目前最好的交易，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关头阴线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提示。好，那我们看到第一部分这一个裸 K 的运线，它能够告诉我们目前市场处于什么状况呢？如果大家觉得阿哲的视频是对你有帮助的，而你是一个老同学，那么记得本视频你要点个赞哦。如果是新同学，那么也记得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你可以在视频底下点一个订阅。那这样的话，以后阿哲的所有视频、所有内容都将在小铃铛全部点开之后，会每一期的准时的通知到各位。那么感谢老朋友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有关运线的观察。那所谓的运线，其实它的形态很简单，它由2根 K 线构成，这是九田战法当中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组成部分。它的市场含义代表是一个停顿的市场，而股价如果出现了一根大 K 线，也就是说是一个实体明显放大的 K 线，而后又走出一根小 K 线，它这个大和小的对比就是这2天之间的对比，只要有一根明显的大，一根明显的小，那么我们就去观察是否是运线。第一个条件就是大 K 要在前，小 K 要在后。第二个条件，小 K 线的所有价格，注意了，是所有价格，包括影线最高和最低，它都在大 K 线的实体之内。大 K 线的实体就是开盘到收盘的距离，出现这2根 K 线就叫做停顿。我们看到市场当中这种停顿的现象，那么阿哲呢也喜欢称呼它为刹车的动作。那图表当中每根 K 线下如果带有一个钱袋子，那么它就是阿哲所认为的出现了市场停顿，
它是一种九田战法当中的晕线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这两根 K 线的出现，它是一根小 K 线，所有的价格被昨天的大 K 线完全的包含，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晕线。好，晕线出现之后，它代表方向性的停顿。如果本来是上涨下跌，那么它在遇到这种晕线之后，它将会停滞，而停滞之后再次去选择方向，而且往往这个停滞之后，它大概率是反向运行，除非在绝对强势或者说绝对弱势的市场，它可能会延续停顿前的方向去运行，但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事件。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在股价上涨时遇到了包线，遇到了晕线，市场停顿之后方向选择向下。那么在市场选择上涨后出现了停顿，那么后续是不是下跌的？那么这里也是一个停顿，股价后续由跌转涨。那最近处于上涨的周期当中，上涨连续遇到了2次停顿，而后股价是不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又出现了一根小 K 线的所有价格被昨天大 K 线的实体所包含，所以目前的市场也是在一个停顿的状况。这也是为什么阿哲所说的目前的很多交易员、很多的交易者，甚至是散户机构都在等待大选的落幕，大选的谜底揭晓。而从技术面来看，它也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也是一种停顿、观望、迷茫的状况。而我们怎么去关注这一个方向后续选择哪个方面呢？正常来讲我们是可以把这一个大 K 线最后方向的选择跟大 K 线的高点低点有关。股价如果后续选择毅然的跌破它的低点，那方向自然是选择向下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而如果选择强势的毅然的决然的突破这个高点，那么自然方向选择向上的概率会大大增加。那你会看到这一个高点为什么反转向下呢？因为包线后价格毅然决然的选择跌破下沿，方向选择向下。那包括这些位置是不是选择跌破下沿，选择突破上沿？那股价的方向将在选择突破和跌破之后开始明朗。而如果这相对的高位出现了反复的横跳，突破没有有效，跌破也没有有效，是吧？突破股价反而走下，跌破股价反而反弹。那么这个区间告诉我们，市场在技术面上整体是一种相对徘徊，相对一个钝化的状态。所以目前我们等待大事件发生，等待大事件落幕，而后续再次的跟踪。选择向下跌破，那么方向向下；选择突破大阴高点，那么方向自然会在确认性定下来之后而选择上涨。所以我们等待尘埃落定，等待方向选择明确，而后再去看多或者看空也是不迟的。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关于晕线、关于光头阴线、裸 K 技巧对于当下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观察。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有关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二部分空间的顶底预测。那么何谓空间的预测技术呢？这是一项更加进阶比裸 K 看得会更加深入的方式。那么这一项技术它有一定的难度，所以阿哲目前没有去公开教学。但是阿哲呢，每天会为我们的订阅观众，那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每天去计算这一个空间的点位，并且分享在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如果你已经订阅了阿哲，那么稍后阿哲会告诉大家怎么加入阿哲的粉丝群组。那么现在我们先学习一下这一个点位预测的一个使用方法。假如在开盘之前，比如说这一天是昨天11月4号，阿哲是香港时间在6点前，那么美股盘前发布了这一个点位的预测。当每天我们的订阅观众拿到了这个盘前的预测点位之后，怎么使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考虑一个点，就是当天的收盘如果跌破了预测的最低点，也就是说阿哲会通过这个预测判定当天最大的跌幅，它如果最严重的跌幅会跌到哪个地方，它不会跌破这是一个正常的下跌空间。如果股价有一天收盘跌破了这个空间，则说明空头太强，多方为弱，则后续大概率看跌。而如果反之收盘是突破了当天预测的最大涨幅、最大的高点，
那么多方极强则理应看涨。所以呢，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它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看到这里，从前方的高点这一根阴线，市场纳斯达克指数这一根阴线的出现，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阴线，下跌的力度好像不是很强，它还没跌破昨天阳线的一个实体，但是呢，它的一个收盘价其实跌破了阿哲当时那一天给到的预测低点，哪怕跌破了一点点，但是也是跌破了。而后第二天大幅的低开下跌，再次出现了2次的跌破。我们只要知道阿哲预测的点位你拿到手了，它只要当天收盘跌破，只要一直在跌破，没有突破预测高点，它就一直是一个看空的时间，看空的区间。那包括昨天市场虽然盘中有所冲高，但最后收盘呢还是跌破了阿哲所预测的最低的跌幅，应该是多少？本来这个数值应该是18210.725，而昨天是收盘略微跌破。那么这一个高点下跌以来连续的3次跌破，所以目前的空方是很强势的。虽然从技术面上，我们目前可能很多的技术面的预测会因为大事件的发生，尘埃落定，谜底揭晓而全部被打破，但是阿哲常规的分析还是要进行，希望对大家能够提供一个持续的帮助。那我们看一下之前吧，曾经呢在这个低位的时候，从这一次开始是第一次的突破，而后第二天立马跌破，我们不用担心它这里突破跌破我会蒙受多少亏损，你只要知道坚持执行，它的胜率会大于你失败的概率。突破那么买进，跌破则卖出止损，再次突破呢再次买进，后续只要不跌破预测的低点就一直看涨。那么这一波上涨行情，你会从这个 K 线开始拿到这一根阴线的位置，总体利润肯定是不少的。好，这一根阴线跌破之后，何时再次突破呢？这一整段的区间都没有出现再次的突破高点，所以它一直是一个调整的区间，它一直在这个阴线的区间内徘徊，它是一个震荡。而直到这一天的阳线收盘突破了预测的最高点，那么这一天股价开始再次上涨，直到这一天的跌破。所以这一个方式很简单，你只要盘前拿到阿哲的这2个预测点位，看一下市场当前是突破还是跌破，如果跌破就依旧是风险，而假如今天我们大势落地，靴子落地，市场走出了一个突破，那么就重新看涨，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阿哲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订阅了阿哲，我们应该怎么得到这一条盘前的预测短信、预测信息呢？只要你是阿哲的频道订阅观众，你就应该得到3份礼物，阿哲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好，第一份礼物就是我们的粉丝群组，只要你是订阅观众，不管你是订阅阿哲多久，是1年、1个月还是今天，你都可以有这一个资格成为订阅观众后加入粉丝群组当中。阿哲会对于每时每刻所教学的知识点做一个答疑，你说阿哲今天我有哪一个点没有学会，在群组当中提问，阿哲看到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去做详细的解答。第二部分呢是盘前的解析，点位的预测，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市，阿哲就会发布盘前的点位预测。第3部分是进阶的知识，阿哲的公开视频、公开直播讲的都是公开的知识点，而在我们的粉丝群组当中会讲内部的直播，内部的更加高端、进阶、不为人知的机构内部培训知识。如果大家感兴趣，也不要错过每天的粉丝群组内部直播。像本周我们的课程是4维操盘体系系列课程，会讲到价量时空的4个维度，所有内容全攻略，怎么将价量时空用在实际的交易当中。那目前呢，我们的课程在本周已经进行了2节，11月的4号、11月的5号，在阿哲发布这条视频前已经结束了。那么明天11月6号、7号、8号还有3节内部课，那么你呢可以准时的在内部直播间去收听，助教老师会给大家去发送。那怎么样去联系到助教老师？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
阿哲的置顶链接当中有将助教老师他的联系方式、他的电报发在了我的下方评论区置顶链接，你可以点击之后跟助教老师取得联系。而后在每天的直播开始前，助教老师会将不公开的直播链接发送给各位，能够去准时的学习听课。那如果有同学你说前面的4号、5号错过了，没听见这2节课，其实也没关系，你可以跟助教老师领取一下回放，回放会保留1周时间，你可以认真的每节课重复的收听，重复的学习，不懂的地方可以及时在粉丝群组内提出你的疑问，阿哲看到会及时的解答。那么也很高兴大家能够订阅阿哲，加入粉丝群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第2部分个股解析。有关于个股解析第2部分，阿哲会对于以下5只个股进行一个点位的判定和买卖点的预测。第一个是英伟达，那么目前你所看到就是英伟达的一个裸 K 图表。那么阿哲呢，一般在分析个股时，阿哲会从多方面去分析，这也是阿哲展开价量时空视为操盘术的一个要点，一个关键。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走向，像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图中的绿色的飘带，它代表是目前的市场英伟达处于多方的趋势当中，而多方的趋势股价的回调，正常来讲它是机会大于风险，这个是阿哲经常所提到的。你只要判定一只个股它是处于上涨回调中，那么就是机会大于风险。那么阿哲一直给大家去讲到的，比如说 MSTR 是吧，股价只要是绿色飘带当中，那么每一次的回调你只要在绿飘带之上，就应该去找的是买点。那么你只有一次可能会出错，就是它真的是一个顶部了，那么你可能会出错。那比如说，那每一次绿飘带下来，你只要等待一个止跌的机会，将又是一个买点。那么我们看到 NVDA 也是如此，是不是股价目前是绿飘带，上涨回调绿飘带启动就是一个买点，上涨回调绿飘带只要能够启动就是一个买点。那目前为什么说它有机会构成低点？因为按照多头趋势强势的行情个股来讲，股价回踩到绿飘带的下沿就是一个相对正常的，并且已经足以见到低点的回调空间幅度。而目前出现的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一个小 K 线，左边是个大 K 线，小 K 线的所有价格被大 K 线的实体所包裹，这是一个包线。包线出现方向的判定是能否突破大 K 线的高点。那你很明显会发现，昨天有想突破，但是没能突破，冲高回落，所以这个地方呢还不构成买点，最好能够突破去买进。那有朋友说，那阿哲这根阴线的上涨，它就不能告诉我是一个多头信号吗？也不是，我们看到图中，阿哲把这个绿带隐藏一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根什么 K 线？是一根很标准的长上影线 K 线。那它在回调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曾经阿哲所分享过的仙人指路 K 线呢？有可能。为什么？因为股价如果是一个弱势的多头行情，那么它的长上影线它是不会被吃掉的，它是不会再出现同一个价格的。而你发现这一天的长上影线出现之后，它的最高价格立马被这一根 K 线所填补，虽然没有收阳过去，但它告诉你这里的多头已经慢慢的走强，空头已经开始转弱。所以阿哲觉得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会产生行情的，我们只要关注等待一个确定性的买点即可。收阳站上收阳去突破则为买入的信号，这是英伟达的当下行情走势，阿哲的一个判断。那么如果你想要更加安全的介入，最好是收阳站在这个绿带之上因为绿带内呢为调整的预期，绿带之上才重新走为多头。绿带之上是多少？绿带之上的价位它是 139.158， 你就关注一下英伟达在今天能不能够先站上 139.158， 如果可以，说明它又是一个低点买入时机，这是一个最为保守的、最为稳入场的一个点位。那如果你比较激进的，甚至这一天虽然是一个阴线，但是它过了阳线，
是不是也能够小仓位的去搏一搏？但这呢就是最激进的。那相对正常的是收阳把引线吃掉，那最为保守的呢是收阳把上沿绿带上沿给吃掉。这是英伟达当下操作策略。第二只个股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最近呢走了一个连续阴线的调整，大家要关注了，什么叫做连续的阴线？就是每天都收阴，每天呢都在走出这种下跌。注意了，它每天都是真实的下跌，里面没有掺杂着任何一根是假的，没有任何是一根上涨的阴线，这种是纯阴的下跌，纯阴的调整。而目前的这个调整，它调到了前期的大缺口上方，略微产生了回补。这种纯阴调整后，我们要很关注它的止跌阳，大家关注一下。一般连续的阴线，它本就是空方的宣泄动作，你只要能确定目前的多头还存在余力，它这种动作之后，代表空方短期将会耗竭，收阳往往是一个启动信号。你可以看一下，是吧？连续的阴线之后收阳，代表空方衰竭，市场一般是一个低点，一般是一个机会。这种连续的阴线如果能够达到5根以上，效果是极佳的。4根呢是宽松的，但最好是5根最好是5根。好，我们看到现在是几根？现在是6根6阴6阴出现，等待止跌阳。目前虽然是下跌的，但你会发现这一个红带有转绿的迹象。目前虽然是下跌的，但红带有转绿的迹象，说明趋势在慢慢的改变。这个调整有很大机会是给到我们踏空特斯拉的朋友再一次买入的点位机会。那么这里相对来说，我们讲一下缺口。那曾经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巨量缺口，是一个大量缺口，并且它是一个对称的缺口，和前方的下跌缺口，它构成一个倒行反转。那么倒行反转的缺口产生，一般预示后市看涨。那么这种大缺口，要么它产生强势的推动力，不会被回补，而哪怕后续被回补，这种巨大的缺口，它也往往是一个强力的支撑，它没有那么容易被跌穿、被跌破。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目前这里越往下跌越是机会。而从 BBD 来看，特斯拉是不是回到了零轴附近，连阳上来，连续资金流进上来，而后回调到零轴附近，等待止跌信号。这里但凡出现一根阳线，就是买入的点位，而这根阳线收盘最好在缺口的上沿之上，而我们就可以在缺口上找阳线买进，跌破缺口的上沿去暂时止损，再次观望。特别简单的缺口操作法，而也是目前最适合特斯拉的交易方法。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戴尔呢是阿哲最近经常所提到的，因为戴尔在最近的走势当中，它出现了2个不被回补的散缺口，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是因为最近在市场的走势当中，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反包阳的出现，并且股价的下跌，市场当中出现了大跌大缺口，而后出现了包线，出现了运线。但是戴尔科技却在这种走势当中，市场还在茫然的徘徊当中，它出现了明显的向上的多头转强信号，反包阳线。好，所以呢，阿哲在直播当中还是在我们内部当中都提到了，市场当中戴尔是一个不错的强势选股标的。那目前我们只要知道，股价只要在这一根阴线的位置，阴线的高点之上，它就是一个看涨的机会在这一根阳线反包过后是一个小买点，而后股价出现了冲高，那么后续的回落不管如何，只要它收盘不跌破这一根阴线的高点，那么依旧戴尔是看涨的。下一只个股看一下苹果，那苹果呢也是最近阿哲所关注的，但是阿哲关注的呢不是其他，是一个信号。上期视频如果你听过阿哲讲到的内容，你应该会知道有一个信号阿哲很关注，叫波段钻石叫波段底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是阿哲经常拿来去看大底的中期底部的行情，而苹果在这一天它也出现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苹果这个信号是何时出现过呢？在最近什么时候？
23年4月到最近的这个24年11月，那么这一整年1年多2年的时间，它出现了几次这种钻石底部的信号啊？这里是不是一次啊？这里有2个，这里是1个啊，连续出现我们算它一次的话，1、2、3啊4，包括现在这就是第5次了。也就是说，1年多快2年时间，钻石底部信号在苹果中只出现了5次，而每一次的后续你会发现，要么是小反弹，但是呢利润也是有的，要么是一个大底，是不是每一次都至少有行情出现？所以现在阿哲也很关注苹果，这里能不能出现一个超跌的中期的波段底部呢？我们来看一下波段底的操作方案。正常来讲啊，波段底部出现一般预示着即将见到低点，或者说在低点附近，但你不能直接去买进，你说越跌越买就没有必要啊。我们正常会把最后一个钻石信号的高点做一个延伸，短期突破做买点，如果不突破则放弃，哪怕后续上涨也放弃。好，如果出现钻石信号突破则看涨，是不是把握一波波段的底部行情？我们再看到刚才的这2个，是不是出现了钻石快速突破看涨，出现了钻石快速突破看涨？那么你会发现每一个钻石的后续只要被突破，它在苹果当中大概率就是一个底部的出现，而目前也是如此。钻石首次出现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如果突破则看涨。我们以钻石的 K 线高点和低点作为防守，突破买进，跌破止损一半，再跌破全部止损。而如果不跌破不止损，一直看涨，因为它是一个中期的底部信号。那如果有朋友感兴趣，阿哲这个钻石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它是什么方法？什么逻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同时也可以在助教老师那边领取一下这个回放。大家注意了，这是一个10月份10月底阿哲曾经教学过的一个方法，叫做底部的密码钻石波段啊，底部的密码破译钻石波段，在上个月23号的时候讲过的一节内部直播课程。如果你说阿哲苹果的这个钻石底部信号那么的有效，那我能不能自己去发现，自己去股市当中挖掘这个钻石呢？可以，你只要跟助教老师拿一下自己的回放，认真的反复的去学习去观看，你也可以找到属于你的个股当中的钻石波段。所以这也是阿哲为什么很关注苹果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下一只个股，下一只个股呢是 SMCI。那 SMCI 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是一直处于下跌的，那眼尖的朋友也看到了，它是不是也有2个钻石信号出现？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种下跌当中，一直的下跌当中，它曾经有出现过钻石吗？从 SMCI 的高点 122.9 之后，市场一路的下跌，中途有出现过任何一个是钻石信号吗？没有。但是就在这个地方23.9块23.9的地方出现了2次的钻石，所以它也是阿哲现在在关注的。但大家注意了， SMCI 它的基本面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地方，它的公司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同时近期也迎来了它的一个财报的发布，但这个财报并不是很关键，因为目前财报是真是假，很多人是存疑的，并不相信它的数据的。所以最近呢，也要看一下 SMCI 关于审计部分，它的团队是否能够再次的建立。如果不行，那么这里大概率也形成不了突破。如果在技术面上出现了 SMCI 的突破，那么你可以斟酌考虑是否去把握这一个钻石波段。但如果让阿哲选择，那么阿哲呢肯定更加相信苹果的波段能够形成，而 SMCI 呢技术面符合，但是公司方面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再次的斟酌。那么这就是阿哲在本期视频当中给大家去讲到的这5只标的：英伟达、特斯拉、戴尔、苹果、SMCI 的一个解析。也希望呢，在美股当前的环境之下，你真的能够学会不去赌，而是等待尘埃落地。
哪怕你说我想要交易，我想要去赌一赌，看能不能对，也希望大家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你不能够用太多的仓位去博弈后续的行情。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美股盘前行情解析。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